来，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猿啊是龟友从一个所谓的黄猿养殖基地买的，商家说啊这个是安猿，还鼓吹说脖子发黑啊是保护色，长大了就会变红了。龟友最后啊花了1200元买下了。再来看看这位龟友的，这只猿的颜色啊比上一只红一点，可颜色偏红就是安猿了吗？这位龟友啊花了1400元买下了它。再来看看这个啊，这只猿啊就更劲爆了，卖家鼓吹是公的鸡肉头，最后啊竞拍到了3074元，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买下了它。小豹就深呼吸了一下，并大声的高呼啊，龟友们呐，你们的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本来啊很早就想做这期视频了，苦于啊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看到太多的龟友们在挑选黄猿的时候啊栽跟头了，而且啊这些个被坑的案例啊是一个比一个惊悚啊。由于担心太过愤怒而变得语无伦次，小豹还是先静下心来整理好思路，再把这一期视频发出来吧。结果发现啊内容太多，一期啊根本讲不完，所以啊就分成2期来讲。这一期呢，小豹就来先教大家辨别什么是安猿，什么叫品相好，别被商家牵着鼻子走。只要大家耐心看完，一定可以让龟友们少交学费，少走弯路。另外啊，小豹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这2期视频啊一定会伤害到奸商们的利益，所以大伙儿啊赶紧把保护打在公屏上吧。安猿、大陆猿、台猿到底是什么关系？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追溯到黄猿养殖业的初期。早在几十年前啊，野外种群刚开发时啊，国内养殖户根据不同的产地特征，把黄猿龟主要分成了大陆种和台湾种。注意啊，这里只是养殖户的分类，学者还是将2个产地的黄猿归为一个种的。而大陆种群中又以色彩体型最为艳丽的安徽产黄猿最让人着迷，所以啊，渐渐的安徽产的黄猿就从一个商品属性变成了一种品牌，价格啊自然也远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猿。这个就有点类似于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随着野生黄猿环境的日益破坏与过度捕猎，黄猿龟的野生种群啊很快就濒临枯竭了。这也就意味着安源产地的黄猿要想保留优质的种源特征，只能通过人工选育，而选育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举个例子啊，即便拿2只纯种安徽黄猿配种，产下的幼体也不一定能够完美遗传父母的优质特征，一样会诞生出特质平平的后代。而拿这样的后代挂着安源的标签，显然过不了市场的考验。于是啊，经历了市场经济与资本运作的洗礼后，如今想找到一只纯种的安徽产黄猿变成了一个传说。是的，安源就是一个传说。那么现在所谓的安源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现在商家所说的安源就是一种通过人工选育或者不同产地种群杂交后，外表特征保留了野生安徽种黄猿特征的人工子代。可能有点拗口啊，通俗的说啊，就是无限的接近野生安徽种特征的黄猿。所以啊，不要用学术的标准来鉴别安源，没有人可以从血缘上来鉴别是否是安源。即便是学者，也只是将不同产地的黄猿定义为一个种，根本追溯不到它们的祖辈起源于哪里，更何况我们了。所以啊，安源只是一个品牌，或者说一种象征，只要是外形上像野生安徽产黄猿的个体，都可以叫安源。说白了就是品相决定论。就是这个品相决定论啊，让商家找到了金钥匙。前面小豹就提到了，在选育的过程中，即便拿2只纯种的安源，都不一定能够保证产出符合安徽种特征的后代。为了降低成本啊，杂交成为了一种有效途径。也就这样导致了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看似安源又不是安源的新奇物种。长得比较像的叫安源，差那么点意思的叫大陆源，再差一点的叫台源。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啊还没有跳出视频的，说明小豹的视频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请一键3连略表诚意，你们的支持是小豹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安源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这里啊，我们先拿安源和台源做一个对比。第一，从体型上来看，安源体型圆润，背甲高，近似椭圆，背部隆起的最高点靠近尾部，侧面看起来像半个球形，背甲极能突出，并且连续不断。而台源体型偏长，有些甚至偏方形，这个就拿开头的那个案例中的猿来看就很明显，呈现出了台源的体型。
背甲不高，背部隆起的最高点在中间位置，棘棱不明显且不连续，棘棱线靠近尾部的末端有水滴状。第二，从背甲颜色和色差来看，安源的背甲颜色偏棕红色，色泽相对统一，色差较小，四周圆盾的色斑与整个背甲主体色差不明显，色彩过渡均匀不突兀，年轮细密很精致。而台源背甲盾片颜色偏黑，四周圆盾的色斑与整个背甲主题色差很大，年轮稀疏，大多是宽纹路，没有美感。第三，从头型上来看，安徽头部较小，嘴型似鹰钩，而台源头部较大，嘴型没有鹰钩状。第四，从面部色彩来看，安源的头背黄中带红，U型头纹呈橘黄色或深黄色，黑边明显，两鬓色斑与头部色彩差异不明显，整体面色为黄色，甚至偏橙红色。而台源头部黄中带绿，U型头纹呈亮黄色，且末端较粗，没有汇集的趋势，两鬓色斑与头部色彩差异明显，整体面色发青。这里需要注意一下，U型头纹是否连起来与是否为安源没有关系，仅仅是个体差异而已，或者说商家的套路，一个可以高价炒作的套路。第五，从四肢上来看，安源前臂鳞片为红褐色，逐渐变成肉红色和颈部相连，过渡非常柔和，而台源几乎是深褐色的。第六，从脖子到颈部来看，安源自下颌到颈部色彩差异不明显，呈粉红色、橘黄色、黄色，而台源的脖子为褐色甚至灰色、黑色，下颌到颈部的色彩非常明显。通过了以上6个方面的特征，我们可以基本辨别出安源的品相了。当然，如果有人问，难道就没有长得像台源的安源了吗？有，当然有。欧洲人普遍长得比亚洲人高，难道欧洲人里就没有矮子吗？这就是奸商经常坑骗玩家的说辞。大家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小报讨论的是品相决定论下的安源，不是学术研究下的安源。你如果非要这么来杠，请联系奸商，他们会把长得像台源的安源卖给你的，你一定能够享受到花安源的钱买台源的美妙体验。埋汰。不过即便各位龟友了解了以上安源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够防止被坑，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龟友是通过网购获得黄源的。网购虽然可以足不出户的买到商品，方便又快捷，但是却给了很多奸商可乘之机。直播间和微商平台充斥着大量的玄机，美颜、打光、PS、拍摄角度、特效软件都可以把一个老司机整得车毁人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内容吧，教大家怎么选购黄源龟，如何辨别展示资料的真假。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啦。